Hi, my friends. Welcome to my podcast. Before we dive in, I just want to quickly remind you about the multiple subtitle options available in this video. Thanks to some kind viewers who pointed out to me that some people might not be aware of it. You will find not only soft subtitle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but also subtitles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with pinyin, simplified Chinese with pinyin, and translations in multiple languages. Hope this makes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 even better. Let's get started. 好，那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关7个神奇药丸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是受到网上一篇文章的启发，我会把这篇文章原文的链接放在我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让我们开始吧。有这样7颗神奇的药丸，吃下不同的药丸，你可以拥有不同的超能力。超能力就是一般的人类不能有的能力，是那种你在电影里、小说里才能看到的神奇的能力。那我们有黄色、绿色、蓝色、红色、粉色、橙色、灰色药丸。黄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阅读任何人的思想，你可以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绿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变成任何动物。蓝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移动到任何地方。橙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很快的掌握任何人类的技能。红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拥有超快的速度和超强的力量。粉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通过一次触摸，让任何一个人爱上你。不过，这种爱你的状态会消失，如果你再一次触摸那个人。灰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开关任何机器或者电子设备。好，听完这些，你们现在想一想，根据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或者你们的心态，你们最想吃下哪一颗药丸？先把这个答案记下来，也可以之后在评论区告诉我，好吗？好，我先告诉你们我的答案。我的答案是我最想要蓝色。第一，蓝色药丸。第二，我觉得绿色药丸也不错，体验一下各种动物的生活嘛。蓝色药丸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旅游，而且我在世界各地都有我的朋友。如果可以，我真想的时候就可以去见到他们。但是今天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的不是这些药丸可以给你生活带来的好处，而是硬币的另一面，它们可能带来什么副作用。我们先来讲讲可以让你看到其他人想法的黄色药丸吧。吃下黄色药丸，你可以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然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自己做的是对的。你开始能看到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逻辑，你可能甚至开始去慢慢理解别人。但是也许你会慢慢发现，当你开始慢慢理解他们的想法，这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关系的和谐，关系的长远，可能更多是关系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绝对的
100%的透明，可能意味着关系的结束。在你开始能看到每个人的想法之后，你可能会有一种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的孤独感。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和你的伴侣吵架，然后你能看到对方的所有的想法，那些想法里可能有很多很多都是很消极的，不太乐观的。但是如果你们在吵架，或者说不是吵架，只是比较平和的争论的时候，你的伴侣可能会把那些想法、那些消极的情绪消化、处理一下之后，再告诉你，这样你的感受反而是更好的。但你想一想，如果你看到对方没有处理过的想法，你真的能全部接受吗？可能对方的样子跟你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你平时挺喜欢的同事，当你看到他的想法，你会发现其实他对你也有一些不好的评价。虽然你明白每个人都对别人会有正面的和负面的评价，但是可能你的内心还是会受伤。所以说，有时候一定程度的不知道是对我们的内心的保护。我们的内心是需要呼吸的，100%的透明可能就是违背人性的。现在我想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有过什么因为知道太多反而觉得痛苦的经历吗？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喜欢的绿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变成任何动物。但我们来想一想，如果你变成鸟，小鸟，你可以比较自由的在天空中飞，但是你会面对比你更大的鸟，比如说老鹰，然后你就会变成猎物。如果你变成鱼，在海里，可以看到海里很多很多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景色，但是你会面对比你更大的鱼。就算你变成再大一点的鱼，还会有更大更大的鱼。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那我们还可以说鱼外有鱼，就是永远有可以征服你、可以打败你的东西。那这就让我想到说，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想啊，要是我变成那个人就好了，要是我有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就好了。可是就像每种动物一样，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位置，一个生态系统里的位置，有优点也有局限，都有特定的问题，是别的动物可能遇不到的。这个道理在我们人身上也适用，就像你可能想搬到新的城市、新的国家，那里也会有特定的挑战在等着你，比如说新的语言、新的文化的挑战。又比如说，你想要换成另外一种工作，就像我之前有过的自由职业。当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现在要开始上班去公司工作？自由职业不是挺好的吗？当然，我也知道自由职业要面临一些去上班的人面临不到的问题。虽然我以后可能还是会想变成自由职业，但是我也想体验一下人可能面临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条件。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想试试看去做艺术怎么样？把艺术当做我的工作，那多浪漫啊！可是你不知道，其实艺术家的市场竞争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现在我就想请你想一想，最近或者曾经你有没有想过要变成什么别的生活状态，或者别的任何一种东西？那当你再静下来，慢慢的想一想，你想变成的那种东西，它有什么局限性？可能面临什么新的敌人、新的天敌？比如说，小鸟的天敌就是老鹰，小鱼的天敌就是鲨鱼或者更大的鱼，这样。好，第三个我们来讲，我也很喜欢的蓝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到达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且是很快的去，随时去。你可能会想啊，这种能力也有副作用，也有不好的地方吗？我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但我仔细想了一想，为什么我这么想旅游呢？因为旅游没那么容易呀，去别的国家要坐很远的飞机，要从平时的工作时间里抽出比较长的空闲时间，这并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它才变得更加珍贵。我之前其实因为这个问题和朋友稍微的吵过，他觉得这个能力，这个超能力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只要你会用，它就不会给你带来烦恼。但我觉得不是的，当你有了这个超能力，它带来的是一种条件的改变。什么条件呢？就是你可以不用任何成本的去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所以我们的广度变宽了，变大了，那深度就有可能变小、变浅。当去哪里变得没有任何成本的时候，为什么去，可能就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其实旅游过的人应该会更有感触。你去旅游，你的交通的过程，你去机场、候机、坐飞机、飞机落地的那所有的过程，都在为你期待目的地的心情做铺垫。有了这么长的铺垫，你到达目的地之后，肯定会有更复杂、更强烈的情感。我打另外一个比喻，在我们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的广度那么大，信息的深度就变得更加困难。你不知道选哪一个，去看，去认真的看。旅游也是一样的，当你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你有了那么多的选择，你可能就不知道选择去哪里，因为哪里都变得像你的邻居。当然了，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复杂，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不过这颗药丸的功能，让我想跟你们聊一聊最近我的一个想法。每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变得很伤感，因为我开始想，可能这世界上有些地方，我去了一次，就再也不会去了。或者说再去一次会非常非常困难，我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但是更重要的是，就算我去了，让我对那个地方产生感情的人可能也不在了，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有记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方的人和我之间的故事。所以这段时间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我就都特别伤感，而且这种伤感我不知道怎么去缓解，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答案。所以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过这样的感受吗？你们是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感受的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告诉我。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橙色药丸，吃下它，你可以瞬间掌握任何人类的技能，比如说编程啊、跳舞啊、打网球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弹吉他，我想学弹吉他，对，还有各种吧。这种技能听起来也很棒，对吧？在这个现在自我提升这么盛行的年代，如果我能一下子掌握所有技能该多好！我还会担心应聘找不到工作吗？我还会担心我的简历没有东西写吗？那这种超能力的问题在哪里呢？一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对不对？有了学习的过程，你才知道，这个技能背后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这个技能真正的原理、基础是什么，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更高级的状态的。这个过程很有趣。首先，你失去了这个过程；其次，当你开始变得全能，全能就是什么都会，你可能会开始挑剔别人，你会开始嫌弃别人说，怎么你这个都做不好？这件事你别做了，我来做吧。你会开始看到别人的无能，你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能接受不完美。你会说这件事我来做吧，那件事我来做吧。然后你就发现你站到了一个孤独的位置，因为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并不只是这件事我能做，我很厉害，我有能力，更多是我接受你的不完美，我接受你的笨拙，我接受这件事需要我们一起配合才能完成。正是因为你有 A 的优点，我有 B 的优点，我们才能一起把这件事做好。所以现在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过因为追求完美、追求各种能力而让别人疏远你的经历呢？然后让我们来讲讲粉色药丸，吃下它，你通过一次触碰可以让对方爱上你，但是你再碰一次它，这种爱就会消失。可能每个人都有过阶段希望别人爱自己吧，但是你想，通过一次触碰获得的爱，就算这个超能力告诉你它是爱，你会相信吗？你会感到安全吗？因为你其实知道，爱它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的思想，人的自由的情感。它是在人之间很多次的磨合、交往中才建立起来的。它需要的不是完美，而是对不完美的了解和接受。而且这个粉色药丸本身，这个能力已经给你留了一个漏洞，就是你再一碰它，这种爱就会消失。所以，当你用了这种超能力，你的内心已经有一种对于爱要消失的恐惧了。而且你想，如果你爱一个人，怎么会去不想去亲近他呢？怎么会去不想去再碰碰他呢？那一碰，这种爱就消失了，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我觉得你们大多数可能也会不相信这种超能力，不会选择吃下粉色药丸。我也希望你们都是不缺爱的人。我相信你们不是缺爱的人，因为你们懂得爱自己，好吗？好，我们还有红色药丸和灰色药丸。这两个药丸有什么可能的问题呢？我就不去一一告诉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自己去想一想，也可以去读一下原文，看一看，思考一下。不过灰色药丸这里，我想提一点，就是
它可以让你拥有关掉任何机器或者电子设备的能力。但你想一想，这种能力是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的。当一件事的基础是和技术有关的时候，它会变得失控，对吗？如果你要通过这个技术去控制世界的东西，这件事可能是危险的。我想现在 AI 的事情也会让很多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今天这个播客我们讲了7个药丸的故事，虽然我主要就讲了5个药丸，但是我希望我讲的这些故事可以让你们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这些药丸代表的超能力反映出什么了吗？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药丸就像镜子，照出了那些我们人类最常见的渴望和恐惧。我们渴望很多东西，也希望去消除很多恐惧。比如说，我们渴望瞬间拥有什么东西，瞬间到什么地方，但这些都是人类做不到的。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局限的东西，我们人类才有日常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这些渴望，这些困境，其实构成了我们人类基本的生存状态。它们是一种人性，所以我们要做的可能不是去消除我们作为人类的局限性，而是在有限的生命里试着去体验它们，试着去体验一下我们生而为人的各种感受和感情。好的，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可能因为故事的复杂性，有些语言会稍微有点难，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喜欢这期播客。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你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一个 vlog 哦，拜拜，下次见 ，take care。